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49岁男子尿酸750，并发尿毒症离世。提醒：5种蔬菜是痛风帮凶。刘先生今年49岁，经营着一家餐厅，生意一直不错。在每天晚上下班后，就会约上一群朋友来店里吃宵夜。对此，妻子颇有怨言，因为刘先生前几年就被查出了尿酸高的问题，医生明令禁止他喝酒，但他就是忍不住，每次感觉身体不对会吃药，停几天喝酒，一旦缓过来就会继续喝酒。前几天，刘先生照例和朋友吃完夜宵回来，没过多久，他身上出现了剧烈的疼痛感，整个人蜷缩在旁边，无法说话。妻子见状，赶忙把他送去了医院。经检查发现尿酸值达到了750，肾脏功能在急剧的下降，同时诱发了高钾血症、脑水肿、多器官衰竭的并发症。虽然医生已经全力抢救，但依然没有挽回刘先生的生命。这5种蔬菜是嘌呤大户，痛风患者尽量别碰。2017年中国痛风现状报告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人数达到了 1.7 亿人次，其中痛风的患者超过了8000万人次，而且数值还在不断的上涨中。医生表示，想要预防痛风、控制尿酸，首先要先从饮食上做起，从饮食上来控制尿酸的摄入。一般的情况下，医生会建议患者不能吃大部分的荤菜，但这并不代表蔬菜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吃。部分蔬菜内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后也可能诱发痛风发作。下面这5种蔬菜也是隐形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也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发痛风发作。食用菌，100克食用菌内的嘌呤含量普遍在100毫克以上，香菇内嘌呤含量更是高达了320毫克每100克，是当之无愧的高嘌呤食物。菠菜，菠菜内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有90毫克左右。除了嘌呤外，还含有大量的草酸，对于本身高尿酸的人来说，食用后容易让草酸与钙结合，在关节处生成结石，诱发痛风发作。春笋，春笋也是嘌呤含量不低的食物，高尿酸的人群过量摄入有可能会诱发痛风发作。紫菜，紫菜属于海产品的一种，其内的嘌呤也是比较高的，对于本身尿酸高的人群来说不太友好，也不建议过量摄入。部分豆类，豆类是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之一，以大豆为例，内里的嘌呤含量在160毫克每100克，而豆芽也是个高嘌呤的食物，100克内的嘌呤量可达500毫克。若是实在想吃，由于豆芽的嘌呤主要是集中在根部，尿酸高的人可去根部适量食用。这3种水同样是痛风的祸根，对尿酸高者来说，除了一些荤菜蔬菜之外，下面这3种水同样也是要尽量避免摄入的食物。啤酒、红酒、鸡尾酒等酒水。酒精本身是高热量的物质，摄入后容易导致身体肥胖超重，还会促进高尿酸血症的进展，且酒精进入体内会加速嘌呤的分解，产生乳酸，进而影响到尿酸的排泄，诱发尿酸升高。骨头浓汤，骨头在熬成汤之后，油脂会发生乳化，大量的嘌呤会溶于汤内，过量食用很有可能会导致痛风发作。果汁、碳酸饮料，一般的果汁、碳酸饮料内的糖分含量很高，进入体内后容易影响尿酸代谢，导致尿酸升高。那在上述这3种水之外，痛风患者每天要喝多少水呢？这个问题需要分情况对待。相关指南中指出，适当的多喝水对于减少痛风急性发作的次数和疼痛的程度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本身没有肾脏疾病、心力衰竭的患者，每日饮水量应该保持在2到3升，但注意得分开多次饮用。而对于一些有上述2种疾病的患者，饮水量则要遵医嘱，
避免大量饮水加重肾脏负担，威胁健康。3. 痛风也会遗传，500万人研究可能会。韩国的研究团队曾从韩国国家保健保险数据库内抽取了552万人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家族内有痛风史的人，罹患痛风的风险会比普通人增加约 1.5 倍。如同时还有饮酒习惯的话，痛风发作的风险则会增加2倍。体重超重的人，痛风风险会增加 3.39 倍，肥胖人群会增加 6.62 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肾脏内科主任医师肖香成提醒，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降低尿酸，同时可以减少其他饮食诱发的尿酸盐沉积，帮助预防痛风发作。对于尿酸高的人群来说，想要降尿酸，自我管理很重要，建议做好以下这几件事。1. 运动。运动可以帮助降低体内尿酸水平，预防痛风发作。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时间不少于30分钟。2. 饮食。饮食上要注意以高碳水、中等蛋白质以及低脂肪的原则来调整，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吃蔬菜，同时还注意少吃海鲜、动物内脏以及喝酒，这些食物内的嘌呤含量很高，容易诱发痛风发作。3. 减重。对于身体肥胖的人群来说，想要预防痛风发作，减重是首要的。有肥胖情况及时减肥，越肥胖的人身体代谢越容易受到影响。在基础代谢率降低之后，不只是影响脂肪物质、糖类物质的消耗，还会让身体的尿酸排泄速度缓慢。要促进健康的人，应该先让自己的体重符合标准。根据大量的研究和医学的资料显示，痛风并不是一种单独发生的疾病，往往跟糖代谢紊乱、肥胖等的症状息息相关。要促进健康的人，应该让自己的体重符合标准。在体型正常的情况下，不只是预防慢性疾病，还可以让关节承受的压力减少。否则肥胖后代谢异常，尿酸浓度也会升高。要通过运动、饮食等健康的方式减重，不可采取极端的方法。高尿酸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对此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并进行干预，先从生活中的细节去进行改变。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